其实我一开始回台湾的时候，我是在科技业做事的。其实运动一直以来都不在我的考量范围内，这应该算是 breaking news， 公开没有讲过。目前其实已经开始跟 NBA 有一些工作的关系。就我来哥大是为了精进自己，然后回馈台湾篮球。如果你有一个在科技业工作的机会，你会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毅然放弃这个机会去追梦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今天的采访系列呢，我们再次回到了美国。这次来宾非常厉害哦，大学毕业后本来是在科技业工作的他，为了他最爱的篮球，投身于一个尚不明朗的新职业联盟，担任赛务主管。他在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后呢，再次前往美国的常春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目前离在 NBA 联盟工作的 offer 也是近在咫尺喽，真的是追逐梦想，直到梦想成真的一个范例啊！今天就让我们听他来聊聊他的心路历程以及故事吧。好，那我们就欢迎应该是我这个频道到目前为止最大咖的来宾啦。现在在哥大读书的矿，耶！谢谢你邀请我来啊。想先请矿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毕竟这个频道的观众可能不太熟悉矿的背景。其实你那时候找我来，我也蛮压抑的啦，因为观众的 TA 重叠性可能不见得是最高的，但是对，我是矿，现在在美国就是 Columbia University 读运动管理的硕士，同时现在也是 Plus League 赛务的主管，就是同时做半工半读的状态这样。如果有听过我的人，应该都是从 GM 冠名播出的频道看到我啦。蛮好奇你当时一开始怎么找到 P League 的工作？感觉这个工作应该蛮多人想去，但是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其实我一开始回台湾的时候，我是在科技业做事的，然后是有点阴错阳差，因为我自己私底下也有做 podcast， 也有做运动专栏，然后当时刚好他们有一个 opening， 然后就直接来找我这样。那后来找我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们第一个赛季的时候季前赛，我有跟他们的英文主播搭配过做 English commentary， 所以后来就阴错阳差的得到了一个面试机会，然后就用我的 portfolio 去得到了这个工作机会这样。这一定比在科技业做有趣很多吧？但科技业好处就是稳定嘛，然后薪资可能会比较优渥一点啊，所以就是每个人取舍不一样了。矿之前也是在美国读大学吗？想请矿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你在大学主修的科系应该不是 Sport Management 吧？还有就是为什么你在 P League 工作好几年之后会想去哥大再读一个硕士？其实运动一直以来都不在我的考量范围内，因为我念书的大部分时间，就迟早我都知道我应该会回台湾发展，就这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想法。那台湾的运动，尤其是篮球，应该算是唯一有在看的运动，看得比较认真的运动。当时台湾其实只有 SBL 嘛，就是对于一个海外回归的学生来讲说，其实并不是说特别有 future prospect 的一个产业。所以那时候我在大学读的是 International Affairs， 就有点类似台湾的国贸这样子吧。然后当时是在 American University， 在 Washington DC。那会读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我本身私底下啦，越来越还好，但是我对于就是 politics 还有类似的话题一直都很有兴趣。回答你第二题啦，就是你讲到为什么会突然又回归到美国。其实我在 Plus League 今年算是我的第5年。其实如果有关注台湾篮球的观众，应该就会知道台篮在去年暑假的时候，就有经历过一波要合并的动荡期。然后这个事情去年才算是比较公开的知道，但是实际上，这个状态从前年就开始了。所以我在前年的时候，我就大概有想过一下说，台篮既然是要进到下一个成熟的阶段，那我觉得要迎接这一个挑战，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必要要精进自己。然后对我而言，我也评估了一下，以我的年纪来讲，我觉得就是当时那个时间点是一个读研究所最好的黄金期啦。如果我再晚的话，对我而言我会觉得有点太晚了。所以种种考量下，我就是申请看看。然后我那时候的想法也是说，申请不上那就算了，因为其实我的第一志愿是希望可以留在台湾继续做事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现在同时两边做嘛，就是又有孩子在工作，还是读书这样。对，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但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刚刚讲到动荡期嘛，就我们里面的人事异动其实也不小，所以当时老板们就是有希望我也可以留下来继续做完这个衔接的动作。下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当时就是去美国哥大读嘛，然后你大学是在美国，但是你当时有考虑过可能去欧洲或者是澳洲吗？我相信 Sport Management 可能欧洲也有啦，澳洲我不太确定，但是你当时有想过吗？就不要去美国了，因为我有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是比如说我大学去美国念，他就觉得美国就是那样，所以我要去欧洲再读硕士或者是怎么样子的。
我对于美国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憧憬，尤其是就我自己读 politics 比较相关的内容，我也了解美国这10年来在政治上面的动荡其实比较多，尤其对于一个 non-American non-citizen 的 American 来讲，其实算是比较挑战大的事情。但是我从国2毕业之后我就去美国了，等于是今年算是我在美国待的第11还是12年，所以我对于美国的环境我很熟悉，对于它的文化我也非常的熟悉，所以当时我其实没有想太多，我就是想到来美国。第2个点是因为像刚刚讲我的 focus 是在篮球嘛，所以你放眼全世界的篮球市场，美国其实是 by far 最大的，然后再加上纽约又是 NBA 的总部所在地。那欧洲我不是说没有考虑，就我最近其实才听到一个蛮有趣的 stat， 就是欧洲的篮球的 media landscape 现在市值大概20 billion US dollar， 但是篮球在这里面只涵盖了 1% 而已，所以大部分它还是个 European 的 region， 所以我那时候还是 focus 在美国啦。欧洲可能大部分是足球之类的吧？对，没错，它还是一个 soccer region， 就刚刚口误。下一个问题啊，就是申请这类的学位啊，你是否有需要你有很强的作品啊，或者你有很强的口说能力？因为之前我其实有采访过读 sport management 的人，但他们好像后来都是走偏向运动摄影这方面，就是他们在场边记录球员，然后他们会有自己的portfolio 之类的东西。我知道这个领域好像是很广，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 focus 在某一个 track， 或者是说比如说你 P-League 的工作经验啊，或者是你口说能力很好，会不会有特别加分在申请的时候啊，或者是你 interview 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哦非常好这样？对啊，我觉得首先你要先了解，假设我们就单讲跟 sports related 的 industry 的话，你要先看好，因为每个学校 offer 的 program 不一样。那像哥大它是比较偏 management 的一个 program， 就是 sports management 比较传统一点。比方说像 NYU 好了， NYU 比较偏 sports business， 然后有的是 sports science sports psychology， 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先你要先自己定位好。那 sports management 对我而言很符合我的背景，因为我本来像你刚刚讲的，我本来就是在联盟做 managerial level 的工作。那我当时其实就是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是当时我在申请完哥大之后，我有参加他们的 info session。那其实基本上每个学校都会有这个东西。那我记得我在 info session 上面，其实我就是疯狂问问题，然后问问题的同时，我还有我有点忘记，但我可能有带到我的背景。那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一丢完之后，就是我这个 info session 一结束之后，我就收到了这个 admission 的一个 email， 就说他们想要跟我 schedule 一个 interview。其实我收到那个 email 的时候，我大概就知道我8-9不离10，应该是很高几率可以拿到这个 offer。那我想讲，就是回答你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是我的工作经验。就是你说 portfolio 的话，因为其实老实讲，很多的研究所的 program， 尤其是非 MBA 的，其实不太看 GMAT 或 GRE。现在就是 standardized testing 在美国整体而言是有下滑的趋势 ，SAT 在大学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他还是会 recommend 你 take， 但是当时我其实就很有自信，我的工作背景应该足够让我拿到一些 offer， 所以我当时就也只有申请2个学校，然后我也没有考试，我就直接去硬着头皮上这样子。你应该已经读完你的第1年了嘛，或是第1个 semester， 你的同学啊，会不会有很多的华裔或者是印度裔的人？因为像我之前读 engineering 就都是啊，但是我不知道你的那个产业会不会有比较多各种不同 background 的人。我们的 program 就我只讲 sports management 的话，我们大概30到35% 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蛮符合就是美国现在不管研究所或大学的 norm 啦，就是国际生现在确实就很多。那以我们 program 来讲，我其实不觉得有特别 diverse， 因为我讲的这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的这个群体里面有一些是加拿大人，就是以 culturally 来讲其实算是蛮类似的一个族群。那假设我们 focus 在亚洲人的话，我觉得我们学校蛮不一样的是，我们这个 program 的这个中国学生没有很多，掐指一算大概可能4个左右吧。那台湾人的话，就我了解这几年我好像是唯一一个，这就是讲这3年的区间里面，亚洲人最多的其实是印度人。其实你刚刚有提到，因为 cricket 在印度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如果以市占值来看的话，尤其 domestically 他们是其实好像是全世界第2大的，如果我这数据有错就是可以再纠正我，但是 Indian 是最多。那我觉得跟我们学校最直接的对比当然就是 NYU， 因为 NYU 就是在同一个 region 嘛。那他们那边的 make up 印度人反而没有那么多，比较多的会是台湾学生跟大陆学生，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性可能在这边。
连接到你刚刚说的，就是距离你大学毕业已经有一阵子了嘛，在这个读 Master 之前，我就蛮好奇的，像在你的这个program 里面啊，你身边的同学很多都是，比如说我学士毕业我就马上来了嘛，还是大部分人都是有工作过一阵子的？因为听起来可能是工作一阵子比较有机会申请上这个 program 嘛。其实我本来是这样想的，但没有我们的平均年龄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是24岁，就简单来说，大部分的人都是直接本科读完之后就直接转研究所，那最多可能就是有工作1年或者 intern 1年之后再转研究所。假设以工作经验来说的话，其实我跟同期的同学们算是多很多的，然后再加上又是联盟的高层的工作的话又更少，所以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我会 stand out 的原因，因为这个整个 student body 是比较偏就是年轻的。读这个 sport management 的学位啊，身边同学或是大家目标的出路大概都是什么？都是去什么样的公司或产业？因为我猜啦，在美国的话，可能大家很多人会想去 Nike 或 Adidas 啊，或者就是去一些 local 球队或是大学球队之类的吧，还是就是做分析之类的。我觉得对于美国人跟对于就是没有美国护照的人，这个看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啦。就是首先，我觉得如果你来这边你读 sports management， 你的目标是想留在美国，我觉得你必须要先认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就运动产业本来在美国就是一个非常竞争的东西了，那尤其是如果你又有身份问题的话，它更是就是难上加难。但如果撇开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我身边的同学他们最有兴趣的，当然如果可以进到 NBA、NFL 这种联盟等级或是球队的工作是最好，但是这也是就是属于窄门中的窄门。除了这个之外，最多去挑战的应该是跟 partnership、跟 marketing， 还有跟就是美国现在大学有一个机制叫做 NIL， 就是等于简单来说就是让大学的学生也可以赚到钱，拿到 sponsorship money。但简单来说都是比较偏 business side 的事情，所以不管是比较 traditional 的 sports agency 啊，像 CAA 或是像 Clutch Sports 这种，或者是你刚刚讲到品牌端，像 Nike、Adidas、Under Armour 这些，很多都有，对吧？那我觉得身处在纽约最好的好处就是这些东西这些机会都算是离我们非常接近，所以老实讲，我觉得我身边认识的朋友，他们最后的出路其实蛮多的，就是在台湾，大家可能会觉得运动产业可能最多就是职篮职棒这样子，但是其实你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就算你去像 Deloitte 好了 ，Deloitte 他们也有一个运动的 department 啊，就是sports industry。其实你以资产以 asset class 来看，美国的公司都非常的重视，因为它是一个不怕recession 不怕社会动荡的一个资产。对吧？所以我如果回答你的问题，这有点冗长，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一定的出路，就是真的，我觉得选择很多。那如果假设啊，我对这个领域有兴趣，或者是学弟妹对这个领域有兴趣，你会推荐学弟妹先做什么准备之类的，或者是我要先工作过有经验，先有充实我的 portfolio， 还是你会推荐说我毕业之后我有兴趣就可以马上来念这样？如果是这类的学位的话 ，sport management， 你有没有推荐什么可以先做什么准备呢？我们的 program 里面最多来读这个 program 的原因，很多人是因为可能大学他读了某个科系，发现他不喜欢，或是他出来工作一点点之后，发现这个产业他不喜欢，所以他们想要跳槽转换跑道，这个是我们 program 最多的人。那我会给建议的话是，假设你今天不是一个本来就在运动产业里面的人的话，我不会马上建议你就跳到研究所，因为我会觉得研究所首先有学费考量，二来是研究所你一旦决定之后你就不能转系了，就是你就只能读这个读下去。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是台湾的想读运动管理的研究生，然后又不在运动产业里面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从 maybe 攻读，或者是你可以先从建立自己的 portfolio， 不管是篮球、棒球，什么运动我觉得都可以。就是 I'm very big on 建立 portfolio 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如果没有在疫情的时候，我去建立我自己的 brand， 我自己的这个内容 podcast 专栏等等的，我就不会有后续这些机会。所以我觉得可以先从这种 baby step 开始，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兴趣。那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这些东西累积起来也会成为你到时候申请研究所甚至是工作很好的一个 resume。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请问邝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可能你可以讲你 short term 可能就是在哥大好好毕业嘛，然后 straight A 之类的。那你 long term 的目标就是有没有什么 long term 的目标？回台湾什么时候会回台湾，或者是回台湾之后有什么想过有什么规划之类的吗？就是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我做篮球这个工作它很 mission driven。其实很少人来读运动管理是为了赚钱啦，因为它不是一个
就是传统定义上特别赚钱的工作。那我指的 mission driven 是当时我加入 Plus League 的时候，算是他们草创期的时候进入的。我们内部其实都会有5年、10年这种阶段性的目标。那我的长期目标，其实我最后还是希望可以回到台湾，就是 see it through。我还是希望可以看到台篮究竟在职业篮球这一块可不可以成长的像职业棒球一样，或是它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出路。所以这是我自己个人会想做的。就我来哥大是为了精进自己，然后回馈台湾篮球。如果你正准备要出国留学或者正在留学 ，NordVPN 让你不管在哪都可以切换 IP 位置，不止手机、电脑、平板都可以使用，让你轻松享受跨区服务，随时享受跨区追剧跟电影，甚至是跨服玩游戏哦。现在只要透过我的专属优惠码 MeloJeff 购买2年方案，不止多送你4个月，还有额外好康。除此之外 ，NordVPN 还提供大家30天的试用期，用不喜欢随时取消。那我们节目继续。但是如果你说短期的话，因为我其实3个学期就可以毕业了，就是我大概算了一下，我现在的进度，我大概在12月就可以结束。那我的短期目标会是着眼在 NBA。那目前其实已经开始跟 NBA 有一些工作的关系，所以希望就是之后是真的可以比较正式的方式进到联盟里面。就是我现在其实已经有跟 NBA 的裁判的 referee operations 的部门有开始工作关系了，所以就是接下来看有没有其他发展这样。这应该算是 breaking news， 就是我公开没有讲过，但是对吧？就是希望可以 leverage 这个机会去帮助台湾篮坛更好这样。所以你的目标是 high level 的，就是跟 NBA Association 合作，就是在那边工作。就是像其实刚刚前面有讲 NBA 的总部有2个是在纽约，就我目前的工作的内容其实都在一个叫做 Secaucus 的地方，就是如果他有看 NBA 的比赛的话，比赛会有 review 嘛，会有 IRS 看重播这一类的。每次他们在看 review 的时候，都会把画面切到一个很多电视的地方，然后会有一个叫 Ken Fitzgerald 的人，他会出来跟大家解释规则是怎么样，大家裁判现在在看什么。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在那个 Secaucus 的那个总部那边，那他是在 New Jersey， 所以如果之后顺利继续做下去的话，应该就是会继续在这一个 area。哇，这样听起来感觉是一个平常很难触及到的地方哎，感觉这是以 NBA 来讲算是蛮深的 position 吗？就是应该说它算是一个很 niche， 然后很专精化的东西。但因为就如果不知道我工作内容的人，其实我很大一块的工作，不管是在 Plus League 或者在 Columbia University 的女篮，我都是做裁判数据分析的，所以NBA 当时其实就是看中我的这一个经历，因为专门在做这个的人其实本来就不多，所以刚好我的背景跟他们的需求蛮符合的。那我觉得这也回归到你刚刚上一题问，就是我的建议是什么？我真的很诚心的建议大家可以建立自己的 portfolio， 因为当时我可以得到这样子的机会，除了 networking 之外，也是因为我的 portfolio 有够多相关经验，可以让他们去看到我的能耐，还有我能做到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反而不是哥大的这个学历了，这个学历可能是一个敲门砖，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你在 Plus League 的一些东西，跟你后来在女篮的一些经验，其实更重要的人。我不会这样讲，就是我看待研究所的这个态度，其实不是在于就是我究竟可以在这个学业上面我可以学到什么，比较像是我可以透过 Columbia University 它的 networking。去认识到什么样的人，因为我很多教授其实他们就是 NBA 高层的人，就是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以我选课的角度，所以我就很常会在比方说下课的时候跟他们在那边聊天啊，跟他们讲我的经验怎么样啊，然后或者是就是我们有一些 networking event 我能去我就是去，就是我自己看待研究所，我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单纯学习而已，我比较像是把它当做认识人。我觉得 NBA 其实也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很多研究所的科系都是这样子的取向，所以我觉得可能去之前那个心态要转换一下。那我相信晃感觉一定是可以达成这个目标的啦，那我们就看可能1年后半年后再等你的更新咯。没有问题，如果到时候有比较 official 的更新的话，会再跟大家分享。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采访的全部的问题，感谢邝接受我们的采访，没有问题，希望邝可以成功进入 NBA，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酷的，可能是台湾人第一个台湾人做到这个事情嘛，因为我觉得这甚至比 scouting 还要更难。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会低估在美国做职业运动的台湾人有多少，因为那个部门里面其实是有台湾人的，有1个所以我不会是第一个，但是如果有好消息再跟大家分享，然后也谢谢你邀请我蛮喜欢这样子跟大家分享经验的。
再次感谢邝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大家可以去追踪邝的 IG 了，他上面会有很多他的学校的精彩的内容嘛，对不对？对，可能如果不喜欢篮球，可能不要追踪我了，因为我发很多篮球的废的小内容这样。好，那再次感谢邝。不会，谢谢。因为你真的都在 DC 嘛，你觉得纽约怎么样？我之前第一次去的时候啦，那时候想要去 NBA Store 啊那些东西，然后有要去跨年，但是我第一次去到 Times Square 那个时候，那条路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吓到，就是它的大麻味比我想象中还要严重蛮多，然后我可能只要去个酒吧或什么，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像高谭市。就是其实蛮脏的，就是可能路人不会带有攻击性，我就感觉乱七八糟的，然后对麻味很重。纽约就其实因为我 DC 离纽约本来就不远，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就蛮常会来纽约，就因为朋友在这边。但我一直都没有很喜欢纽约啦，就我其实很排斥住在纽约这件事情，因为我只有申请 Georgetown 跟 Columbia 而已，所以我是先拿到 Georgetown 的 offer， 但我后来想一想，我真的有想要再继续留在 DC 嘛，然后再加上考量到资源等等的，所以我最后还是就是选择纽约，不然我真的不是很喜欢纽约。对啊，纽约是真的危险，而且其实我觉得可能刚好没有遇到，但我觉得很多路人是有攻击性的。